他到底看到了什么，竟然让他不敢说？为什么他反复强调7月之后这个世界就要开始翻页了？为什么他一讲再讲这一次是水跟火会一起来？而最让人脊背发凉的是，当我们把他那些听起来玄之又玄的预言跟全球顶尖气象机构这几个礼拜刚刚发布的科学报告摆在一起看的时候，我们忽然发现两边讲的居然是同一件事，一边是看不见的低语，一边是冰冷的卫星数据，他们竟然同时指向了2026年的这个夏天，同时指向了一个被科学家称为140年来最强的圣婴现象，同时指向了一颗正在被慢慢加热的地球。今天这支影片，我们不吓唬人，也不装神弄鬼，我们就老老实实把预言跟科学一条一条摊开来，一起看看接下来的这5年，我们到底要面对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准备好了吗？我们开始。要明白他这次的停顿为什么这么可怕，我们得先回到2024年的年底。那一年的12月27日，他上了一档泰国的网络节目。当时主持人问他，明年2025年会不会有大事？他说会。他说他看到邻国会发生一场很大的地震，而且这股力量会传到泰国，连首都曼谷都会明显感觉到摇晃。他甚至把时间点都讲出来了，大概在年终之前第3个月、第4个月那段时间。他还特别点名那个会发生地震的国家是缅甸，所以靠近缅甸的那些府要先做好心理准备。当时很多人是把这段话当成节目效果，听听就算了，毕竟泰国本地很少地震，曼谷更是几十年都没什么大动静，谁会真的相信远方一场地震能把高楼林立的曼谷摇到天摇地动？有人甚至觉得这种话年年都有人讲，讲中是运气，讲不中也没人会记得。然后2025年3月28日那一天来了，缅甸中部的曼德勒一带发生规模 8.2 的强震，这股力量一路传到泰国，当地测到的摇晃达到 7.7， 泰国好几个府都受到冲击。而最让全世界都看傻眼的是首都曼谷，一栋正在兴建中的高楼在众目睽睽之下整栋垮了下来，变成一堆钢筋水泥。搜救工作整整进行了好几个礼拜，那段画面透过新闻传遍了全世界。那一刻，所有人都想起了3个月前他在节目上说的每一句话，邻国对上了，缅甸对上了，连那条地下断层的源头都对上了，时间对上了，曼谷会感觉到摇晃也对上了。泰国的社群媒体瞬间被洗版，大家用了一个词来形容当时的感觉，准到让人起鸡皮疙瘩。那段他事前的预言影片被翻出来反复播放，点阅数一夜爆冲，而且还不止这一次。在那场大地震之后，他又补了一句，他说地震还没结束，后面还会再来，大概在8月、9月那段时间。结果到了那2个月，缅甸一带又出现了新的地震，连曼谷的居民都再次感受到那种轻微的晃动。一次说中可以说是巧合，可是当一个人一而再、再而三地连时间、连地点、连源头都说中的时候，你还能说那只是运气吗？当然，公平地说，他也不是每一句都神准。一个常常开口预言的人，自然也会有失手的时候。有些他提过的事后来并没有发生，或者没有他讲的那么严重，这很正常。再厉害的人，面对未来这种充满变数的东西，都不可能百发百中。也正因为如此，泰国社会对他的态度其实比我们想象的要成熟。很多人是一边看一边在心里打一个问号，既不全盘照单全收，也不一笑置之。当地不少报道在转述他的话时，都会慎重地补上一句，这是个人的信仰，请大家自行斟酌。甚至有评论直接提醒，这类预言知道个大概，提高警觉就好。要是钻得太深，把自己吓到草木皆兵，那反而是伤了自己。这种带着一点距离的清醒，或许才是面对所有预言最健康的姿态。所以你就能理解为什么今天当这位女人再度开口，全泰国都会竖起耳朵，也能理解为什么当她这一次忽然停顿，说有些事她不敢全讲的时候，那种含义会从荧幕里一路爬到你的背后。一个敢把地震时间都爆出来的人是什么样的画面？可怕到连他都选择了沉默。
那么他对2026年到底是怎么看的？在泰国的说法里，2026年是一个特别的年份，他们叫它火马年。光是这个名字就已经带着一股焦躁不安的味道。一匹在烈火里奔跑的马，你想想那是什么画面？火代表躁动，代表冲突，代表一发不可收拾的蔓延，而马代表速度，代表停不下来。火加上马，就是一种谁也拉不住的狂奔。他对这一年的整体判断，其实有一种苦中带嗔的味道。他说，这一年就像一匹冲过火场的马，会受点伤，会被烫到，奔跑的过程中会卡住，会停顿，但是最后还是能冲得过去，还是能活下来。在政治上，他说会很沉重，会很折腾，但是不会在半路上整个翻盘。换句话说，乱归乱，吵归吵，大方向不至于断掉，听起来好像还算可以承受。可是接下来他的语气就变了，他说这一年真正最可怕的，最让他放心不下的，从头到尾都不是政治，而是天灾。而且他用了一个很重的说法，比现在还要重，让人很担心。注意这句话，比现在还要重。也就是说，过去这1-2年我们已经看了那么多水灾，那么多地震，那么多异常的高温，而在他眼中，那些都还只是个开头，真正重的在后面。那么重在哪里？什么时候开始重？他的答案全部集中在一个字上面，水。这就要讲到他最近这几个月一次比一次急的提醒了。他说，今年的水来得比平常早。早多少？他说，大概早了2到3个月。这是什么概念？等于老天爷把闹钟往前拨了一大格，原本该等到雨季最深的时候才会出现的大水，可能提前报道。他说，泼水节过后的那场大雨，就是一个很清楚的讯号，雨一下来就开始排不掉，积在那里。而能不能把水排掉，要看相关单位的动作有多快。但是他也很清楚地说，这种工程是需要时间的，想在1个月、半个月内就解决，根本来不及。他描述的那个画面非常具体，具体到让人不舒服。他说，那不是一般的淹水，而是一整片涌过来，又是水，又是泥。他甚至连颜色都形容出来了，像是很浓的冷掉的茶，那种深褐色的水混着泥浆，一下子全部压过来。他说，这种水很可能是从高处下来的，伴随着山洪，伴随着泥土，所以住在山边、住在低洼地带的人要特别当心。你可以想象那个场面，不是清清的水慢慢涨上来，而是浓稠的泥流带着土石从上游一路扑下来，根本来不及反应。更让人不安的是他讲到土地本身的变化。他说，问题不止在地表，而是在地底下。他说，有些地方的地会塌，会陷下去，有些人家可能会发现屋顶歪了，地面裂了，第一反应是不是房子盖得不好，是不是下雨把土泡软了？但他说，不是，那比土层还要更深。他甚至提到，泰国这块像一只鸡的国土形状，沿着某些地带，地底深处可能正在悄悄裂开。注意，是地底深处，不是地表上的裂缝。一个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慢慢被掏空，慢慢被撕开的地底。这种描述比任何明摆着的灾难都更让人心慌。然后就是那个最悬也最让人联想到大灾难的部分。他说，他看到一种跟海有关的水，那种水可能像海啸一样涌上来，而源头可能是海底的地震，或者是海底的火山爆发。他特别提醒，7月、8月是要盯紧的时候。他说过，年中那一场跟水有关的大事，跟先前那些小小的摇晃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不要把它们混为一谈。先前那些只是轻轻碰一下，是预告片，而他真正担心的那一场还在后面。把这些拼在一起，你会发现他画出了一张很惊人的地图。水提前来，又急又猛，夹着泥浆从高处灌下来，地底在深处裂开，海上可能掀起像海啸一样的巨浪。而当大家问他，那到底哪里比较安全？他给的答案是，国家的中间地带最安全，离海愈远，离断层愈远，愈安稳。他甚至说过一句很值得玩味的话，他说，现在很多事情都在变，你得好好想想自己要站在哪一边。但他说的还不只是水，
他讲过一句很矛盾却又很精准的话。他说，今年是水跟火一起来，水跟火本来是相克的，水应该要灭火才对，怎么会一起来？他自己的解释是，东西老化了，破损了，腐蚀了，于是引发了火，而这些火往往就发生在大水过后。记住这句话，水跟火一起来。等一下我们讲到科学的时候，你会发现这句话准得让人发毛。这就带出了它另一块让人头皮发麻的提醒，跟我们每天都在用的东西有关。他点名要小心电线走火，要小心瓦斯桶，要小心那些放久了的老旧物品突然爆掉。他甚至具体到一个程度，提醒大家注意那种没有冷气的老旧巴士，小心轮胎爆裂，也要特别留意轨道交通，也就是电车、捷运这类系统。在一个又热又潮、设施又老旧的环境里，这些平常我们完全不会多看一眼的东西，都可能变成引爆点。而他对基础建设的描述更是细到让人发毛。他说他感觉到有些不安全的状况会在同样的地方一再重演。他形容那种损坏的样子，上面是被锈蚀慢慢啃掉的，下面则是空的，像被掏空了一样，形成了一个空洞。他说这会让交通要道、让运输系统，特别是火车，风险大大升高。他甚至感慨，很多每天在用这些设施的老百姓根本不知道该怎么保护自己，只能寄望相关单位多上点心。这种无力感其实才是最真实的恐惧，因为你明明听到了警告，却发现自己什么也做不了。而把火灾跟水灾串在一起的，是他最务实也最沉重的一句总结。他说，水的问题其实年年都有，跟下雨、跟排水有关，但是今年特别猛。可是真正最要命的不是水本身，而是后面那句，经济不好，我们没有钱去修，设施坏了，淹了，烧了，可是国库没钱，地方没钱，老百姓更没钱，于是只能眼睁睁看着它一年坏过一年。他说，这个才是最重的。灾难可怕，但是没有能力修复灾难，那才是真正的深渊。说到经济，他这次的判断也很值得我们细品。他对黄金的看法很清楚，他认为金价会往上冲，过了年中之后，可能先站上一个高点，而拉长到整年来看，还有机会再往上推。事实上，到目前为止，黄金这一路的走势确实没有让他漏气，这也让更多人开始把他的话当一回事。在乱世里，黄金往往是大家最后的避风港，而金价一直涨，本身就是一种讯号，代表着越来越多人对未来感到不安。但他也点明了几个他最担心的族群。他说，搞投资的、玩股票的、做房地产的，是他最放心不下的。他说，买地等着卖的人会很辛苦，因为整个趋势变了，东西卖不掉，没有人要买，甚至会让人怀疑当初到底为什么要买。他也对热爱交易的人喊话，说股市会很累，要爬上去很不容易，要做好心理准备。对于一个习惯了房价只涨不跌，习惯了投资稳赚不赔的时代来说，他讲的其实是一个游戏规则正在被改写的世界。而在更大的格局上，他说他看到一幅画面，是大国跟大国之间的对抗，虽然离泰国很远，但是那股冲击会一路传进来，影响到大家的生活。他特别强调，在这样的年份，外交跟谈判会变得无比重要。他甚至说过一句很有人味的话，他说，与其在战场上拼到你死我活，他更希望大家是在谈判桌上吵架。他说，那些每天都在发生的死伤，本来就不该出现在我们这个时代。一个能看见灾难的人，最大的愿望居然只是希望大家好好坐下来说话，这本身就很让人鼻酸。除了水跟火，他对2026年其实还留下了好几条值得记住的线索。他说，他隐约看到在离我们比较远的某个地方会出现2到3件像是异象一样的事，那种不太寻常，会让人心里发毛的征兆。他也谈到政坛的人士，说最高的那个位子看起来是一位男性，可是台面下另有玄机，真正在主导局面的不见得是站在台前的那一个。而在化解灾厄这件事上，他给的建议带着浓浓的泰国味道。他说，这一年最该虔诚敬拜的是大地之母，也就是掌管脚下这片土地的那股力量。为什么偏偏是大地？你回头看他整年的警告就懂了，地会陷，地会裂，土石会崩，
水会从地底冒出来。他真正放心不下的，从头到尾都是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一个把土地看得这么重的预言，放在科学家警告地球正在发烧的此刻，读起来格外有一种说不出口的呼应。好，到这里为止，都是它，是那个低语的世界。接下来，我们要切换频道，走进另一个完全相反的世界，一个只看数据，只认证据，最讨厌装神弄鬼的世界，科学家的世界。我们要来看看那个被挂在标题上的140年来最强的圣婴现象到底是真的，还是只是吸引点击的口号。先把名词讲清楚，圣婴现象讲白了，就是太平洋赤道附近那一大片海水周期性的变热。但它为什么能影响全世界的天气？这背后其实有一个很精巧的机制。平常的时候，赤道附近有一股稳定的东风，叫信风，它像一只看不见的手，把温暖的海水一路往西边推，堆在亚洲跟澳洲这一侧的太平洋，形成一个巨大的暖水池。所以平常西太平洋这边又暖又湿多雨，而东边靠近南美洲那一侧海水比较凉比较干。可是当圣婴来临的时候，这股信风会突然减弱，甚至反过来吹，于是那个原本被推到西边的巨大暖水池，就像浴缸里的水一样，整个往东边倒回去。这一倒不得了，原本该下在亚洲的雨被带到了太平洋中部跟东部，于是亚洲这边容易变干旱，而南美洲那边反而暴雨成灾。更关键的是，这一大片被翻搅上来的暖海水会把藏在海洋深处的热量大量释放到大气里，于是整个地球的平均温度就会被往上抬。这就是为什么每一次强的圣婴几乎都会伴随着破纪录的高温。圣婴其实是地球海洋打了一个巨大的热喷嚏，它的反面叫反圣婴，就是信风变得更强，把更多冷水翻上来，于是地球稍微降温。这一冷一热就像地球的两种心情，周期性的交替，主宰着我们头顶上的雨水跟干旱。那2026年是冷的还是热的？这里有一个很关键也很容易被忽略的转折。其实在今年年初，地球还处在一个微弱的反圣婴状态，也就是偏冷的那一边，所以年头那几个月气温还被稍微压了一下。可是就在最近这段时间，情况急转直下，到了5月中，那片赤道太平洋的海水正在用很快的速度从中性一路往圣婴那一端冲过去。科学家观测到，太平洋上吹起了一连串异常强劲的西风，正把大量的暖水往东边猛推。这个画面跟当年那几次大圣婴的开场几乎一模一样。而科学家看到的数字是真的会让人倒抽一口气。国际上的研究机构给出的几率高得惊人，有的模型把今年年中出现圣婴的几率拉到了 98%， 世界气象组织比较保守，但也给到了80%以上，并且认为这股热会一路延续到年底，甚至撑到2027年的年初。美国的海洋大气机构也把警戒灯点亮了，发布了圣婴警报。但真正让这件事登上世界各大媒体的，不只是会不会来，而是会来得多凶。这里要引进一个很重要的词，超级圣婴。科学家给超级圣婴下了一个门槛，当那片关键海域的水温比正常高出超过2度的时候，就算超级圣婴。在有现代记录以来，真正够得上这个等级的其实只有3次，分别是1982到1983年、1997到1998年，还有2015到2016年。而其中2015到2016年那一次是有正式记录以来最强的。每一次超级圣婴，全球都会经历大规模的干旱、热浪、野火，还有海里珊瑚的大规模白化死亡。那超级圣婴真正发作起来到底是什么样子？我们不用凭空想象，回头看2015到2016年那一次就好。那一次，澳洲外海那片举世闻名的大堡礁珊瑚因为海水过热而大规模白化，整片地死去，那是有记录以来最惨重的一次。也是那一年，印尼的森林与泥炭地烧起了惊人的大火，浓烟化成一片厚厚的霾，飘散到整个东南亚，临近好几个国家的天空都被呛人的灰黄色给笼罩，学校停课，航班取消，
无数人因为呼吸道的问题而病倒。再往前，1997到1998年那一场，则在世界的另一头掀起了滔天的洪水与土石流，许多地方的雨下到像是天破了一个洞。你看，同样一只圣婴，在地球的这一边放火，在那一边放水，把一个又干又烧，一个又湿又淹的极端同时摆在我们面前。这不就是他口中那句水跟火一起来最真实的历史版本吗？那2026年这一次呢，有些最新的预报已经大胆地指出，这一次的海温有可能不止破2度，甚至往3度那个极端的方向冲。欧洲顶尖的天气预报中心每个月发布一次预报，而科学家发现一个很不妙的趋势，每跑一次新的模型，预测出来的这只圣婴就比上一次更强，它发展的速度甚至超过了当年1997年跟2015年那2次超级圣婴。有科学家用了一个很重的词，红色警戒，来形容大气正在发生的这场巨变。那140年这个数字到底从哪里来？这就是最让人毛骨悚然的地方了。科学家把今年这只圣婴拿去跟1876到1878年那一场做比较。为什么是那一场？因为那一场超级圣婴被认为是史上最强的其中之一，它的后果惨烈到今天读起来都让人不寒而栗。让我们稍微停在那一年，1876年，当那股异常的暖流改变了全球的季风，亚洲跟其他地方的雨说断就断，印度的季风失灵了，大地龟裂，作物枯死，中国的北方也遭遇了100年难遇的大旱，紧接着而来的是横跨好几个大陆的恐怖大饥荒。在没有现代粮食调度，没有现代救灾体系的那个年代，人们成片成片的饿死。历史学家估计，那一连串由圣婴所引爆的干旱与饥荒，在全球夺走的人命可能高达5000万。5000万，那几乎是一整个国家的人口，就这样在几年之内被一场海洋的异常给抹去了。所以，当有科学家说2026年这一次有可能是接近140年甚至150年来最强的圣婴的时候，他们脑海里浮现的正是那一场吞噬了5000万人的世纪浩劫。当然，今天的世界跟那时候已经完全不同，我们有卫星，有预警，有庞大的粮食储备跟运输网络，照理说不至于重演那样的悲剧。可是科学家也提醒了一个很要命的差别，等一下我们会讲到，那个差别叫做起跑点。那地球热炸了又是怎么一回事？这就要看温度记录了。2024年是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一年，全球均温比工业革命前高出了大约 1.5 度。2025年稍微回落了一点点，排第2热。而2026年呢，科学家说几乎可以确定它会挤进史上最热的前4名，而且还有大约20%的几率直接超车2024年，登上史上最热的宝座。更可怕的是后面一位资深的美国气候科学家姓韩森，他的团队做出了一个很惊人的预测。他说，这股热浪真正的高峰可能落在2027年，到时候全球均温有机会冲到比工业革命前高出 1.7 度。1.7 度是什么概念？那将远远超过全世界当初在巴黎协定里努力想守住的 1.5 度红线。他还讲了一句很关键的话，这句话就是刚刚说的那个起跑点。他说1997年那场超级圣婴是从一个比较凉的地球上起跑的，而我们现在是站在人类有史以来最热的地基上，再来迎接这一波热浪。光是圣婴来临的高峰，通常就会帮全球均温，再加上 0.1 到 0.2 度，把这一点点叠加在一个已经发烧的地球上，后果可想而知。换句话说，1876年那场大饥荒发生在一个还很凉的地球上，而今天我们要迎接的这一支是发生在一个已经被人类烧热了的地球上。同样强度的圣婴落在不同温度的地球上，威力是完全不同的，这就是科学家最深的忧虑。听到这里，你是不是已经背脊发凉了？先别急，一个负责任的频道不会只挑吓人的部分讲给你听。科学家本身其实也踩了好几道刹车，这些刹车你一定要听。第一，圣婴会来，这件事的几率很高，但它最后到底会有多强，到现在还充满不确定。美国的气象单位就特别提醒，目前还没有任何一种强度被预测出超过40%的几率。换句话说，
会不会真的变成超级圣婴，甚至破纪录？现在谁都不敢拍胸脯保证。第二，更强的圣婴通常确实会带来更大的影响，但是科学家也老实说了一句，影响不一定会照着剧本走。就像2015到2016年那一次，大家都以为加州会被大雨灌爆，结果那个冬天反而没那么湿。第三，那个被讲到烂的 1.5 度，就算某一年单独冲破了，也不代表巴黎协定就破功了，因为协定看的是好几十年的长期平均，不是某一年的瞬间爆冲。而且这里还藏着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值得我们好好想想。刚刚我们讲过，典型的圣婴其实是让亚洲这一带变得更干，更容易缺水跟干旱的。可是普莱的预言讲的却是大水，是洪灾，是泛滥。这两个乍看之下是矛盾的，那要怎么解释？这里面有几种可能。一种是在圣婴还没完全成型的这个转换期，原本的天气形态还没退场，所以反而容易出现极端的降雨。另一种也是更深层的一种，就是一个被加热的大气能含住的水汽比以前更多，于是它一旦下起雨来，就不是慢慢下，而是把一整桶水砸下来，该干的时候干到底，该淹的时候淹到顶。这种愈来愈极端、愈来愈两极化的天气，其实正是暖化最典型的指纹。所以他讲的水跟科学讲的圣婴并不见得冲突，反而可能是同一个失控系统的两种表现。所以比较贴近真相的讲法应该是这样：一只发展的异常快速，很可能很强，甚至有机会挑战100年纪录的圣婴，正在2026年成型。它像是一桶倒在火上的汽油，而那堆柴火，也就是人类这几十年烧出来的暖化，其实早就堆好了。圣婴不是纵火犯，它只是那个让火烧得更旺的助燃剂。至于它会带来什么，科学家点明了几样：极端高温、干旱、野火、珊瑚白化，还有对农业、对粮食、对公共卫生的巨大压力。它甚至会打乱台风的节奏，让某些海域的风暴变少，另一些海域的风暴变多。那对我们身处的这个亚洲，这只圣婴又意味着什么？历史上每一次强圣婴，最让东南亚农民闻之色变的，就是雨水变得难以捉摸，该来的雨不来，稻田龟裂，水库见底，而好不容易盼来的雨，又往往一次倒太多，把成熟的稻谷打烂在田里。对一个养活了无数人口的稻米之乡来说，这种旱涝不分的折腾，直接打中的就是饭碗。而粮食这件事，从来就不是只关乎农民。当主要产区因为极端天气而减产，全球的粮价就会跟着浮动。米价、糖价、咖啡、可可，这些我们天天在吃在喝的东西，价格都可能被一只远在太平洋的圣婴悄悄往上推。这也正好对上了普莱那句最沉重的话：真正的危机不只是灾难本身，而是灾难之后那个让人喘不过气的钱的问题。当天灾撞上荷包，每一个普通家庭都会在菜市场里亲身感受到那股寒意。他口中那条黄金的路，其实也给过一个很具体的数字。他说，金价很有机会先往9万泰铢那个关卡去叩门，而如果情势真的照他担心的方向走下去，再往上摸到10万泰铢也不是不可能。对泰国人来说，金价站上这种从来没见过的高点，本身就不是什么喜事，而是一个刺眼的警讯。它代表的不是大家忽然变有钱了，而是大家对手里的钞票，对眼前这个世界愈来愈没有安全感，只好把钱换成最古老、最摸得到的那一块金属，紧紧抱在怀里。一个社会开始拼命抢黄金的时候，往往就是他对未来最不安的时候。除了这些看得见的东西，他还说，他隐隐约约感觉到那边会出现2、3个像是征兆一样的画面，像是老天爷在真正开口之前先丢出来的几个提醒。他没有把那些画面讲得很白，只是再三要大家自己多留意，多用心去看。而面对这一切，他给出的办法除了务实的准备之外，还有一个很东方也很温柔的提醒。他要大家记得去敬一敬大地之母，去对这片养活我们也承载着我们的土地多一分敬畏，多一分感恩。这不是什么怪力乱神，而是一种很古老的姿态。当人类愿意在大自然面前重新学会低头，学会谦卑的时候，
那一份不再把一切都视为理所当然的心，本身可能就是最好的护身符。现在，请你把这两个世界重新叠在一起看。一边是一个听得见低语的泰国女人，她在年初就一直说，今年的天灾会比现在还重，水会提早来，又急又猛，而且是水跟火一起来。另一边是全世界最顶尖的气象科学家，他们看着卫星跟海温，说一只可能140年来最强的圣婴正在成型，将带来极端的水患、干旱跟高温。你发现了吗？一个用神秘的语言在讲，一个用科学的语言在讲，可是他们描述的根本是同一头怪兽。水跟火一起来，这句话在气象学上其实一点都不矛盾，因为超级圣婴最典型的特征就是让地球上有些地方被暴雨淹没，同时让另一些地方被干旱跟野火吞掉，一边在淹，一边在烧。水与火本来就是同一只圣婴的一体两面，他或许说不出信封，说不出暖水池，说不出那些艰深的名词，但他凭着直觉居然抓住了这只怪兽最核心的那个矛盾，这才是细思极恐真正的地方。不是因为他神，而是因为当一个古老的直觉跟最尖端的科学在同一个夏天指向同一个方向的时候，你很难不背后一凉。其实人类在科学还没诞生的那段漫长岁月里，靠的就是这种对天地的直觉活下来的。老一辈的人看云时天气，看潮汐之余汛，看候鸟的来去判断季节的更替，这些累积了千百年的身体记忆，本身就是一种没有公式的科学。或许普莱所感受到的那股不安，正是这种古老的直觉在面对一个正在剧烈失衡的地球时所发出的本能警报。他说不清原理，却先一步嗅到了空气里那股不对劲的味道。而现代的科学家则是用卫星、用浮标、用超级电脑，把这股说不清的不对劲一点一点翻译成了我们能看懂的数字跟图表，一个用感觉，一个用数据，最后却在2026年的同一个夏天轻轻地碰在了一起。你说这是巧合吗？也许是，但这份巧合恰恰逼着我们去正视一个一直不太愿意面对的事实，我们脚下的这颗星球真的跟以前不一样了。而且这种不一样其实根本不需要等科学家来告诉我们，很多上了年纪的人早就用身体把它记了下来。你有没有发现，记忆里那种会冷到骨子里，要把棉被全堆上去才睡得着的冬天，这些年好像越来越少见了。以前那种一到季节该下的雨就准时报到的规律，现在好像越来越抓不准了。以前阿公阿嬷种田看的是节气，几月该插秧，几月该收割，几月会有西北雨，那是一本传了好几代几乎从来不会出错的老黄历。可是这几年这本老黄历好像越翻越不灵了，该冷的时候不冷，该热的时候却热得吓人。明明还没到台风季，奇怪的雨就先来了。明明早就过了该结果的季节，果树却乱了套。种了一辈子田的老农开始看不懂天的脸色，出海了一辈子的老渔夫开始摸不准鱼群的去向。这些变化安安静静，从来不会上新闻，却是最诚实的证据。它不是荧幕上那一串冰冷的数字，而是刻在一整代人身体里活生生的感觉。所以你看，普莱凭着天赋感觉到的那股不对劲，跟一个老农看着乱了套的节气摇头叹气，再跟科学家盯着荧幕上失控的曲线夜不能寐，讲的其实是同一回事。一个靠天赋，一个靠经验，一个靠科学，三种完全不同的语言，却在这短短几年里不约而同指向了同一个让人心里发毛的结论。我们脚下这颗星球的脾气真的跟我们从小认识的那一个不太一样了，而我们这一代人很可能就是睁着眼睛亲眼看着这个转变一年一年在面前发生的第一代人。当然我们也要很诚实地说，这种对应有时候是事后才看得特别清楚的。世界上的预言成千上万，讲中的会被疯传，没讲中的就被悄悄忘掉。就像先前有一位日本的漫画家曾经画下一个关于大灾难的预言，把全亚洲都吓了一跳，连很多人出国旅游都改了行程，影响到好几个地方的观光。
可是当他所指的那个时间点过去之后，那场惊天动地的大难其实并没有照着画面发生。这也提醒我们，再准的人也会有没说中的时候。预言可以参考，可以警惕，但是把全部的人生都压在上面，那就太傻了。泰国当地的媒体在报道这类预言的时候，也常常会提醒一句：信可以，但是要带着清醒的脑袋去信。知道的太多，有时候反而会把自己吓出病来。在我们回答那个最吓人的问题之前，请先让我们把时间这条线从现在开始慢慢往前铺一遍。因为这整件事最容易被误会的地方，就是大家总以为灾难是某一个会上新闻的晚上，轰的一声，然后天一亮就过去了。可是无论是他凭着直觉感觉到的，还是科学家用模型一格一格算出来的，指向的都不是某一个夜晚，而是一整段会被拉得很长很长的日子。照他的说法，最先来的是水，他反复强调水会提早，大概比往年早个2-3个月。过了泼水节之后的那几场雨，会一场比一场急，所以接下来的7月、8月，就是他画了好几个圈，叫大家死死盯紧的第一个窗口。地势低的地方积水排不掉，地势高的地方冲下带着泥沙的茶色大水，这是他描述的第一幕。而科学家这一边也说，这只圣婴现在都还在长大，海温还在一路往上爬，它真正的高峰估计会落在2026年的年底，再一路延烧到2027年的春天。换句话说，今年的这个夏天只是开场，远远不是结局。然后照他的逻辑，水退之后，火才接着上场，被大水泡过的电线、泡过的设备、泡过的老旧管线，在又湿又热的环境里开始生锈，开始短路。所以他最担心的那些电线走火、瓦斯气爆，还有交通工具的意外，很可能不是跟大水同一个时间发生，而是在水退之后，那段大家都以为已经可以松一口气的日子里，才悄悄找上门来。水跟火在他的这张时间表上是有先有后的。把这两条线叠在一起看，你会发现一件让人心头发沉的事。我们要面对的恐怕不是一场速战速决的灾难，而是一场从今年夏天一路苦熬到明年春天的漫长的耐力赛。一波还没平息，下一波又涌了上来。正是这种被拉得很长又看不到尽头的压力，才是他口中那个他真正不敢说出口的东西最沉重的底色。好，现在我们要回到那个最开头的问题，那个让他停顿，让他不敢说的问题，他到底在怕什么？而标题里那句最吓人的话，5年内现在的世界会不存在了，又是真的还是夸张？要理解他的恐惧，我们可以回到更早以前，在那场席卷全球的新冠疫情期间，他就讲过一段让人很难忘的话。他说，人类其实很厉害，这一关一定能过。但是他说，他真正怕的是这个病，万一跟另一种更可怕的病毒混在一起，那就麻烦了。他当时甚至点到了一种大家听了会发毛的病毒，他也不确定这种最坏的情况会不会在3年或者5年之内发生。注意这个时间感，3到5年，这是他描述那些最深层恐惧时常常会用到的尺度。他没有把话讲死，但他留下的那个阴影足够让人记很久。也就是说，当他说有些画面不敢讲的时候，他要么是看到了某种超出大家承受范围的灾难，要么是觉得讲出来只会引发恐慌，帮不上任何忙。一个会把地震时间报得那么准的人，选择闭嘴，这本身就比任何一句话都还要沉重。我们可以合理的猜测，他不敢说的恐怕不是哪一场单独的天灾，而是好几股力量在同一段时间里一起压过来的那种总和。如果我们把他这几年讲过的话拉成一条线来看，会发现他真正害怕的从来就不是单独的某一样，他怕的是叠加，是天灾还没过去，经济又垮了下来，是经济还在苦撑，大国之间又剑拔弩张，是这些压力像好几道浪，一道接着一道，不给人喘息的打过来。一场大水，社会还撑得住，可是当大水、火灾、干旱、粮价、地缘的冲突全部挤在同一个窗口里发生的时候，那种冲击就不再是相加，而是相乘了。这也是为什么科学家口中那个冷冰冰的临界点，跟他口中那个他不敢说的画面
讲的其实是同一种恐惧，不是怕世界轰然一声炸掉，而是怕它在我们还来不及准备的时候，一块一块地松动崩落，最后变成一个我们再也认不得的样子。那5年内世界不存在，这句话该怎么理解？我们得把它从那种末日电影的想象里拉出来。如果你去看世界气象组织这类机构发布的长期预测，你会发现一个很惊人的共识。他们认为，未来这5年里，几乎可以肯定会出现有史以来最热的年份，而且这5年作为一个整体，极有可能就是人类观测史上最热的5年。把这个跟那只可能在2026、2027年达到高峰的超级圣婴放在一起，你就会明白，科学界其实也在用他们自己的方式告诉我们同一件事：未来这几年是关键中的关键，是地球气候会不会被推过某个临界点的决定性的几年。所以，世界会不会在5年内消失？不会，地球还是会转，太阳明天还是会升起，但是我们所熟悉的那个世界，可能真的会在这5年里慢慢变得认不出来。那个四季分明的世界，那个你以为永远买得起、租得起、住得安稳的世界，那个粮食稳定、物价可预期的世界，那个夏天还能在户外好好走路、好好工作的世界，正在以一种我们这一代人从没见过的速度被改写。气候在变，经济在变，连大国之间的关系都在变。当所有这些变化挤在同一个5年里发生的时候，对一个习惯了稳定的人来说，那种感觉确实就像是原本的世界不见了。这或许就是他不敢说出口的东西，不是某一场具体的灾难，而是那种地基正在松动的感觉，是那种你低头一看，发现脚下的土地正在深处悄悄裂开的感觉。他说的那个地底深处的裂缝，讲的可能不只是泰国的地，也是我们所有人脚下那个叫做稳定的世界。讲到这里，也许你心里会悄悄冒出一个念头，这些听起来好像都是泰国那边的事，是别人家屋檐下的那一场雨。但是请你再往深一层想，他口中那片提早涌上来的水，跟科学家口中那只横跨整个太平洋的圣婴根本就不分国界。那只怪兽所搅动的是同一片海，是我们所有人头顶上的同一片天。它让泰国的雨提早报到，也可能让另一个地方的干旱拖得更长，让这座岛屿的夏天热得更不像话，让那座城市的台风来得更没有章法。我们呼吸的是同一层大气，我们吃进嘴里的很多时候也是同一条供应链送来的米跟菜。所以当泰国的稻田泡在水里的时候，最后在菜市场里感觉到那股涨价寒意的，从来就不会只有泰国人。当一个重要的产粮大国因为极端天气而大幅减产的时候，那个涟漪会一圈一圈慢慢荡到我们每一个人的餐桌上来。这也正是为什么这位泰国女人那些听起来离我们很远的低语，值得我们隔着一整片海认认真真的听进去。因为她说的那个正在悄悄松动的世界，从来就不只是她一个人的世界，而是我们此刻共同站着的这同一个世界。想通了这一点，那个最关键的问题就再也没办法假装跟自己无关了。那么讲了这么多，我们到底该怎么办？是该吓得睡不着，还是干脆当作没这回事？我想答案就在他自己的话里。请你记住，这一切，预言也好，科学也好，本质上都是一种提醒，而不是一张写死的判决书。在泰国，每次传这类预言的时候，都会跟着一句很重要的话，这是个人的信仰，请大家用自己的判断去看待，这句话才是真正的智慧。可以信，但要清醒的信，不是叫你去抢物资，去恐慌，去把日子过得草木皆兵，而是让你在心里留一个准备的空间。他自己给的建议其实一点都不悬，他说要学会忍耐，要学会不要轻忽大意。他甚至劝大家回头多读一点关于耐心、关于谨慎的古老智慧，因为到了真正考验来临的时候，那些沉得住气，那些不慌不乱的力量，才是真正用得上的东西。一个能看见灾难的人，最后给出的解方居然不是逃，而是定，这很值得我们想一想。而科学家其实也在说同一件事，只是换了个说法。他们做出这些吓人的预测，
目的从来不是要你绝望，而是要你准备。一只可能很强的圣婴要来，那就提早把防洪做好，把农业的调度想好，把该检查的电线、瓦斯、老旧设施一样一样检查过。他说中间地带最安全，那住在低洼跟海边的朋友至少心里先有个底，知道大雨来的时候往哪里撤，知道家里该准备哪些东西。预言给的是方向，科学给的是细节，而真正能保护你的是你听完之后愿不愿意动手去做的那一点点准备。那具体到我们每一个人可以做些什么，其实都不难，而且做了心里会踏实很多。第一，家里备一个简单的应急包，几天份的饮水，不会坏的干粮，常用的药，一只手电筒，一个行动电源，把重要的证件收在一个拿了就能走的地方。第二，花10分钟想清楚万一你住的地方淹水或停电，你会往哪里去，跟家人约好一个联络的方式，还有一个碰头的地点。第三，趁现在天还没乱，把家里的电线、瓦斯、老旧的电器认认真真检查一遍，该换的换，该修的修。但是请记得，准备不等于恐慌，不要去抢购，不要去囤积，不要把每一条预言都当成明天就要发生的事，把自己活得紧绷又焦虑。真正的智慧是一边把该做的准备做好，一边还能安安稳稳地过好今天的日子。慌张帮不了你任何忙，反而会让你在真正需要冷静的那一刻乱了手脚。沉得住气的人才走得最远。说到底，无论是那个听得见低语的世界，还是那个只认数据的世界，他们殊途同归，最后都把同一句话轻轻放到了我们手里。这个夏天不一样，接下来这几年不一样，所以请别再像从前那样觉得明天理所当然。他没说完的那句话也许永远是个谜，但是他愿意说出来的那部分已经够我们用了。提早一点警觉，多准备1分，少侥幸1分。这不是迷信，这只是一个经历过太多次说中的人，跟一群看着数据夜不能寐的科学家不约而同的想对我们说的一句真心话。7月就要到了，这个被他跟科学家同时圈起来的夏天会怎么走，没有人能100%说准。也许他会像他警告的那样凶猛，也许老天爷会手下留情，让我们又一次有惊无险地走过去。我们当然诚心希望是后者，但是从今天起，当你再看见一场来得特别早的大雨，当你再感受到一个热到不正常的午后，你心里应该会比昨天多1分明白。而那1分明白，可能就是在这个正在翻页的世界里，我们最需要也最拿得出手的一点点底气。